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3年的1月4日晚间19点整，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指的表现啊，那道指呢依然在这个位置上几乎横盘不动啊。那么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呢？我们认为啊，行情走到这里面，目前处在一个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一个8界阴线的势力范围。首先呢，我们看到12月5日这一天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那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呢，代表着下跌的趋势将要开始。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啊，悟空阴线是脱离了震荡的区间，同时呢脱离了上涨区间，它处在一个标志性的位置。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界阴线，那么我们通过合并 K 线呢可以看到啊，昨天晚间出现的这个震荡的 K 线呢依然处在8界阴线的势力范围，所以呢我们认为当前行情当中对于道指来说有这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那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我们给出的目标位呢是32000点啊。同时呢，如果道指最终完成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啊，可能会重新回到一个下跌的通道当中。如果回到下跌通道呢，这个下跌趋势得以延续的话，可能发生更强烈的下跌，最终呢可能会出现平行于2020年2月份的这个平行结构。那么比特币呢，目前依然处在4小时级别的震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当前的结构呢，受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压力位压制着啊，这个位置始终它不突破啊。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均线系统里4小时级别的1440均线和1690均线啊，每到这个位置啊，瞬间就会被打压下来。那么目前这个点位啊，处在压力位附近，也就是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啊，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看到啊，今天很多币种出现了一定的表现。那么我在元旦节的时候就跟我的 VIP 群啊，也在这个YouTube 上也提示大家了啊，要布局一些现货啊。特别是我在昨天跟我社区VIP 社区中提到了一个 SOL 这个代币。那 SOL 这个代币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受到微神吹捧的一个代币啊，特别是最近微神不断吹捧它，让它走出了一个什么呢？走出了一个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4小时级别的上涨西游。在这个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的过程当中，我在昨天提示大家提示我 VIP 群中朋友，在这个点位上应该有一个在$12设置止损之后做一个现货或者是多头。为什么呢？这里面我们看到了首先是我们把均线这个系统设置成5日均线、10日均线，然后还有1440均线、1690均线。那么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5日均线、10日均线对1440均线和1690均线构成了一个突破性的动作。也就是说，我们把5日均线、10日均线作为操纵线，1440均线、1690均线作为观察线。那么目前是操纵线突破了观察线。这样呢，在4小时级别上构成了一个突破性的行为。那么在这种突破性行为的发生之后呢，我们要把时间级别做一定改变。4小时级别发生突破之后，我们把均线把这个 K 线呢调到日线级别。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用这个 K 线西游战法观察到目前日线级别上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出现了一个8界阳线组。那么如果能够发生对于 SOL 的多头趋势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上方可能会出现一个上涨的过程。日线级别上涨，我们给出的目标位大概是在$20附近首先呢，你要把这个均线呢向下延伸把两条关键性的均线1440均线和1690均线向下延伸。延伸之后呢，你把这个底下的这个部分呢当做是有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那么我们就给出了一个目标位，大概是在$22原话这是我给出对这个 VIP 群当中给出的这个目标位。
啊，同时呢也给出了4小时级别的一个止损的位置啊。昨天晚间给出的这个止损位呢，大概是在12美金，那目标位呢是在22美金啊。目前对于 SOL 这个代币呢，SOL 这个代币啊，处在一个突破行情当中啊，并且它是一个领涨行情，在 SOL 的带动下呢，我们今天看到了 ETC 有所表现 ，Mask 有所表现啊，我们观察到的很多主流币种出现了一定的上拉动作啊，证明多头呢在比特币和以太坊的震荡过程当中啊，容易在很多山寨币、很多强势一些的山寨币上出现。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观察比特币啊，依然处在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趋势当中啊。这种下跌趋势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是由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始终下移构成的啊。日线级别处在下跌趋势，同时4小时级别上，我们观察目前的 K 线系统正顶到这个压力线附近，只要没有发生突破，我们认为在4小时级别上啊，它依旧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日线级别上啊，当前比特币依然处在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预期当中啊。为什么还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了啊，10月8日这一天走出的是悟空阴线，10月9日这一天走出了8阶阴线，8阶阴线后面的所有的 K 线呢，都处在8阶阴线的势力范围啊，都处在这个势力范围，所以我认为啊，我们还有一个沙僧阴线啊，日线级别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预期，最终呢，比特币容易走出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并且呢，在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这个预期之下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啊，这个位置上有悟空阴线，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是周线级别悟空阴线啊，后面的干扰性的 K 线也叫妖怪 K 线。那么去除这些干扰之后啊，周线级别仍然有下跌吸油的一个预期。所以呢，虽然今天市场情绪不错啊，我的会员群朋友啊也通过一些现货啊赚了一些，但是比特币来说啊，对于比特币来说，它仍然有日线级别到周线级别的这个下跌的趋势啊，所以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主张的是啊，对于比特币和以太坊来说，还是做它的空头趋势。但是有一些强势的币种，我们发现了啊，它走出了一个强势的走势啊，像今天 SOL 这个走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并且突破了4小时级别的一个均线系统啊，那么我们就做它的一点现货啊，做它的多头啊，这样呢，我们不至于在这个元旦之后啊，错失很多这个暴涨的币种，同时呢，也不至于错失未来比特币的一个下跌的趋势啊。我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啊，就是比特币和以太坊呢，你要有啊在高位的一个空头的仓位，或者你没有在当前位置上没有空头仓位的话，你要在各个好的位置找到一些布局空头仓位的位置。那在行情当中，我给出了这几点，就是第一呢，要做趋势。那目前呢，对于比特币来说，确实它属于一个下跌的趋势。第二呢，在趋势当中呢，找到合理的位置啊。第一个点位呢，我就给出来了，是17000美金。这个17000美金就是144均线和169均线交汇的这个位置。那么再往上的位置呢，我认为是17700，这个17700呢是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这个位置。再往上呢是19000，这个位置呢，我认为暂时还不能够达到。那如果到达19000并发生突破到2万美金之后那么行情就发生了反转。发生反转之后，我们暂停做空，等待行情有这个趋势变化之后，如果趋势真的改变之后我们再做多头。那么在19000以下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布局自己的空头仓位，因为我们刚才回顾了一下有这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可能，同时呢有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可能。行情乾坤未定，那你我皆是黑马的情况下，我们要把握目前客观上的主要的趋势，
而不是通过我们大脑当中的臆想去猜测点位，胡乱去做啊。对于以太坊和比特币来说啊，今天啊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和上涨。我的会员群朋友啊说有的这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动作啊，但我认为这个位置呢，它还不构成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你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必须有标志性的阳线啊，那这里呢，我认为可以算作标志性的阳线的位置是在12月20日这里。这里有标志性的阳线之后呢，那目前处在日线级别的沙僧阳线这个位置啊，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所以呢，它目前不构成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同时呢，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上方是存在阻力位的，这条阻力位呢是由10月份连接过来之后，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啊，在0.075附近构成了一个阻力。同时呢，我认为对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啊，在9月份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在这个悟空阴线的影响下，后面行情都是一个妖怪 K 线组，干扰了我们对行情的判断，对下跌的判断。所以呢，在这个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可能会走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还是可能出现周线级别的下跌，做出平行于前面4到6月份的一个下跌动作。所以呢，这个空头趋势还在的情况下，我认为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未来还有可能出现一个急速的下跌。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对 USDT 本身啊，在这个交易对上呢，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行情本身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接近收敛三角形附近啊，发生了横盘震荡的过程。啊，这个三角形焦点呢是黑洞，黑洞的位置容易跌落下来，这个位置没有跌落下来，然后横盘震荡啊，通过了焦点位，开始了一点反弹，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个位置它在144均线仍然处在下跌的趋势。同时和比特币类似的是，11月8日出现了悟空阴线，那么11月9日是八戒阴线，那么后面所有的震荡呢，都处在八戒阴线的势力范围啊，因此呢，日线级别还有这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预期啊，那周线级别上也可能出现啊更多的下跌。那么如果出现跌破$1100之后啊，下跌仍然有可能出现加速啊。整体来说呢，对于以太坊啊，它目前的反弹是强势于比特币的啊。但 K 线系统上没有给出它反转的信号之前，我们仍然认为啊，在$1400之下啊，还是要布局以太坊的空单啊。它的反弹呢，仅仅是短暂的对于缺口的一个回补动作。虽然这一波嘛，我们抓住了 SOL 的一轮涨幅，但是上方呢，我们看到啊，它的这个日线级别的144和169始终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所以呢，这一波的上涨在日线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它是一个短波的上涨。那这波上涨最后的结果呢，我认为是一个啊均线系统和 K 线系统的一个相交汇的一个发展状态啊，就是日线级别对 SOL。同时呢，今天我们看到 ETC 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上行 ，ETC 快速上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比特币的一个上涨，也没有看到很多山寨币、很多当年我们提到的主流币的一个上涨动作啊。这样呢，很多市场上的人会认为啊，行情可能会来了啊，大面积的上涨可能会来了啊，但是我要在这里还是要泼一盆冷水。为什么这个冷水还要泼进来呢？因为我们要清楚的记得啊 ，ETC 它的上涨呢，它容易出现一个反指动作。那 ETC 在涨完一波之后啊，行情很快会来到下跌趋势当中啊，所以呢，当前行情当中 ETC 的上涨并不是太好的一件事儿啊。随着 ETC 完成它的上涨动作呢，行情还要回到下跌趋势。那么这波 ETC 的上涨呢，我们看到啊，确实在4小时级别上突破了啊它的144均线和169均线。还可能往上涨一段，但是我们看到日线级别啊，它的上方压力线啊正在不断下移
啊，不断下移之后，如果一旦触及到压力线附近啊，就是可以做空的一个时间点啊。那么我们目前来看啊，ETC 来说正在走啊，可能发生的是4小时级别的上涨西游。如果出现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根据目前的涨势来说，我们有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目标点位呢，可能是在21美金附近。同时呢，如果到达21美金啊，它的144均线可能也会打下来。那么最终呢，ETC 会反过来带崩比特币和以太坊啊，那最终呢还是回到一个空头的趋势当中啊。这轮行情呢，我们看到啊，对于 ETC 来说啊，这些减产币种啊，在今年的减产币种啊，出现了强势于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一轮行情啊。但是这些行情，我认为只是做了一定的板块轮动啊，板块轮动之后啊，板块轮动反弹之后，还要重新回到啊，跟随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固有趋势上来啊，最终呢，我们会见底这轮熊市。那当然了，我在1月1日也跟会员群朋友反复强调啊，某些强势币种的现货要分仓布局了啊，因为我们做空呢，除了获利之外啊，更多的是啊规避这轮熊市当中的风险。啊，那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要开始啊，无论你是左侧交易也好啊，当前右侧交易也好啊，很多币种呢，大多数啊都跌了95到99的百分点啊，所以呢，对于这些币种来说啊，布局一些现货啊是非常安全的，已经到达了安全边界之内啊。那未来1年呢，很多币种会有非常多的一个涨幅，所以呢，在这个春天啊，在这个1月份可以慢慢布局，可以有一定的现货啊。这些现货呢，就是未来我们赚钱的种子。比如说 SOL 这个代币啊，你在8美金或者当前12、3美金去布局的话啊，你涨一段你可以进行一定的减仓，跌下来你再补充进去。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有一个对于现货来说持续的筹码流和现金流啊，更容易啊在熊市当中把握住机会，把握住位置啊，因为你有仓位在这个行情里面和行情发生了关系啊，你和行情有联系之后啊，就更容易在行情当中获利或者获得你想要的一些东西。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啊！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啊，一键3连，感谢大家，再见。